1741年7月33岁的欧拉带着妻子和2个孩子抵达柏林，妻子卡塔琳娜还怀着即将出生的第3个孩子。过去1个月，他们离开圣彼得堡，穿过港口、马车路和渡船线，终于来到腓特烈即位后的柏林。欧拉将在这里待25年，这一集只讲最开始的4年，1741到1744。柏林篇的第一道门是变分法。这4年里，欧拉白天为腓特烈处理现实问题，运河水位、天文台、保险计算、火药弹道，但他心里反复回到一道旧题：1696年约翰·伯努利抛出的最速降线挑战。那道题，牛顿1697年一夜解出，莱布尼茨、雅各布·伯努利、约翰·伯努利、洛必达也各自给出方法，5条路最后都走向同一条曲线——摆线。欧拉真正想找的不是这道题的答案，他想找一个通用方程，以后所有哪条曲线让某个量最大或最小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方程出发。1744年，他出版了一本叫《求极大极小曲线的方法》的书《变分法》，从一堆聪明解法变成一套方法。1741年6月19日，欧拉一家离开圣彼得堡。那时俄国正在经历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去世后的宫廷动荡。欧拉前1年已经收到腓特烈的邀请，但直到1741年他才真正下决心离开。1个月的马车与渡船之后，他们在7月25日抵达柏林。腓特烈那时29岁，即位刚1年。这位哲学家国王1740年5月继位，同年9月在克莱沃第一次见到伏尔泰，11月又让伏尔泰短访柏林2周。他急着把柏林皇家学院变成欧洲学术中心，但现实没有那么顺。1740年底，西里西亚战争爆发，学院重组被迫搁置。法国人莫佩尔蒂1410年也被召回柏林，但要到1746年才正式成为学院院长。欧拉同年才任数学部主任。在这中间5年，学院没有真正稳定的制度，只能靠院士们撑着往前走。1734年，欧拉在圣彼得堡娶了卡塔琳娜·格塞尔。圣彼得堡那14年间，他们经历过几次失去孩子的痛。1741年抵达柏林时，活到这一天的孩子是6岁的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和1岁的卡尔·约翰妻子，还怀着即将出生的女儿约翰妮娜。这里要给上一集做一个小修正，上集片尾我说一家6个孩子离开圣彼得堡，那个数字算错了，真正坐上马车的就是这2个孩子。1720年，欧拉13岁进入巴塞尔大学修约翰·伯努利的基础数学课。1721年起，他每周日下午去拜访伯努利。伯努利不正式开私人课，但允许这个年轻学生来讨论数学。1696年那道最速降线挑战，大概就在那些下午里第一次进入欧拉的世界。题目提出时，约翰·伯努利29岁，欧拉还没有出生。25年后，欧拉来到柏林，他要做的不是重新赢一次这场旧竞赛，而是把它变成一套普遍方法。1696年6月，瑞士巴塞尔，约翰·伯努利在《学者》期刊上公开一道题，给定平面上不在同一垂直线上的2点 A 和 B， 求一条曲线，让一个重物在重力作用下从 A 滑到 B， 用时最短。这不只是向欧洲数学界发挑战，它还有一层私人意味。约翰想难倒兄长雅各布，这对伯努利兄弟已经在该期刊上公开较劲10多年。雅各布1690年抛过悬链线问题，约翰1696年抛出最速降线，兄弟对峙继续升级。1696年6月，原本给出的截止时间是1697年初。莱布尼茨写信建议延期到复活节，让更多数学家参与。约翰接受建议，又在荷兰格罗宁根印了一份正式公告，把挑战重新发给欧洲数学家。1697年1月29日下午4点，一份题目印件寄到伦敦，收件人是牛顿。牛顿当时54岁，已经离开剑桥，1696年刚就任伦敦皇家造币厂监督，每天处理英国货币改革的繁杂事务。传记中记下了这个场面：下午4点收到题，次日凌晨4点解出，1月30日把答案寄回皇家学会，而且匿名12小时熬完一道欧洲挑战题。这件事继续加固了牛顿的数学传奇。伯努利收到匿名解后说了一句拉丁文
ex Angelionum 剑爪之狮，意思不是简单夸牛顿是狮王，而是说我从爪痕就认得出狮子，即使匿名，思路和风格也藏不住。1697年5月，约翰在该期刊收集到5个解：牛顿的匿名解、雅各布·伯努利的解、莱布尼茨的解、洛必达的解，还有约翰自己的解，同一条白线5种推导。雅各布的解最特别，他用差量与微分的近似思想，把整条曲线切成无数小段，再分析每一小段时间最短的条件，这已经接近变分法的雏形。后来欧拉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思想系统化。牛顿用流数法，也就是他自己的微积分语言；莱布尼茨用微分分析；洛必达用代换，他是约翰·伯努利的家庭学生，思路接近约翰。洛必达的解没有登在1697年的该期刊上，而是到1988年才被研究者佩服从手稿里发现并发表。约翰自己的解最巧妙，他在1697年5月的该期刊同期发表一篇文章，讨论变密度介质中光线的弯曲。他把粒子的速度根号2继位类比成光在变密度介质里的传播，再用斯涅尔折射率把力学问题转成光学问题，最后反推出摆线。这是变分法出现之前的物理类比巧思，5个解5种方法，彼此不完全相通。欧拉后来看到的正是这个问题，能不能找出一个通用方程，让所有极值曲线问题，从最速降线到测地线等周问题，都从同一套规则里出来。那一刻，变分法的种子已经埋下，剩下的工作是把这种种子写成方程。现在我们把问题问得抽象一点，给一个函数 y(x) 定义在 a 到 b 之间，两端固定 y 在 a 等于 a，y 在 b 等于 b。再给一个泛函 J， 它不是普通函数，而是函数的函数，它吃进去一条曲线 yx 吐出一个数，具体写法是把 lxyy 从 a 到 b 积分，这里的 L 叫拉格朗日量，是一个3变量函数。对最速降线 L 是弧长因子除以速度因子，对测地线 L 只是弧长因子，每个不同的极值问题都对应一个不同的 L。 欧拉要问的是什么样的 yx 能让 J 取到极小或者极大。假设 yx 就是答案，那对它做任何很小的扰动， J 的一阶变化都应该消失。设扰动函数叫伊塔，它可以任意光滑，但端点必须为0，因为端点固定不能动。把扰动加进去，让 y 加上 epsilon 乘伊塔，作为试探曲线。epsilon 是一个很小的数，这条试探曲线对应一个新的泛函值，可以看成 epsilon 的函数。如果 y 真是极值，那么这个函数在 epsilon 等于0的位置，导数必须为0。现在计算这个导数。链式法则展开以后， dj 比 d epsilon 在 epsilon 等于0处等于两部分， L 对第二个变量的偏导乘伊塔，加上 L 对第三个变量的偏导乘伊塔的导数，最后对 x 积分为简写。画面里会把这两个偏导写成偏 2L 和偏 3L。 第二项里面有伊塔的导数，要用分布积分，它会变成端点处伊塔乘偏 3L 的差，再减去伊塔乘 d 比 dx 作用在偏 3L 上的积分，端点项消掉，因为伊塔在端点为0，这就是固定端点假设带来的好处。顺带说一句，如果端点不固定，这个端点项就不会消失，而会变成横截条件，那是另一类变分问题，这里先跳过。合并以后 dj 比 d epsilon 在 epsilon 等于0处等于一个积分，括号里是偏 2L 减去 d 比 dx 作用在偏 3L 上，再乘伊塔。这个积分要求对所有端点为0的伊塔都等于0。这里要用变分法基本引理，如果 f(x) 连续，而且 f 乘伊塔的积分对所有这类伊塔都等于0，那么 f 必须恒等于0。这个引理的反证很直观，假设 f 在某点不为0，不妨设它为正，因为连续附近一小段上它也为正。我们选一个只在那段附近大于0，其他地方为0的凸起函数伊塔，那么 f 乘伊塔的积分就会大于0，矛盾。
所以括号里的东西必须恒等于0。写回标准记号就是偏 L 比偏 Y 减去 D 比 dx 作用在偏 L 比偏 Y 撇上等于0。这就是欧拉格朗日方程，简称 EL 方程。我们做个简单验证。这段曲线问题里 L 等于弧长因子根号下1加 y 撇平方，代入 EL 偏 L 比偏 Y 是0，偏 L 比偏 Y 撇是 Y 撇除以弧长因子。EL 化简后得到这个分式的导数为0，也就是 Y 撇是常数，所以 Y 是 x 的一次函数，是一条直线，符合直觉。这里要做一点历史澄清，欧拉是在1744年。在他那本求极大极小曲线的方法里写出这个思想的。当时他用的是几何和代数混合的表述，并不是今天这个干净的微分形式。这个简洁形式是1755年拉格朗日写信给欧拉时整理出来的。那年拉格朗日只有19岁，还在意大利都灵。欧拉非常欣赏他，后来还帮他推荐柏林学院的职位，所以这个方程后来叫欧拉格朗日方程，是2代人的共同结果。这一个方程之后会覆盖最速降线、特地线、等周问题、区临界载荷、最小作用量原理。再往后它会延展到最小曲面、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一个公式生出整座变分物理大厦。现在让这个方程回到最初那道题，牛顿用12小时熬出来的最速降线。先约定坐标，粒子从原点出发，初速度为0， x 轴水平向右， y 轴向下为正。因为粒子往下落，这样设 y 会让公式更顺。能量守恒告诉我们，粒子下落到深度 y 时，动能等于重力势能的损失，于是速度 v 等于根号下 2g_y。划过一小段弧长 ds， 所用时间就是 ds 除以 v， 把 ds 化成 dx 形式，总时间泛含的拉格朗日量就是弧长因子根号下1加 y 撇平方除以根号下 2g_y。 注意这个 L 不显含 x，L 不显含 x 是一个特殊情况。对这类 L 欧拉格朗日方程有一个手积分，叫贝尔特拉米恒等式。贝尔特拉米在1868年的变分和测地线研究里识别出这个守恒形式，不过他的一般思想仍然来自欧拉和拉格朗日的变分框架。把最速降线的 L 带入贝尔特拉米恒等式，经过几步化简可以得到一个一阶方程 y 乘上1加 y 撇平方等于常数 k， 画面里会同步显示完整代数过程。这个方程看上去还不像摆线，但有一个巧妙代换，设 y 等于k 乘1减 cos θ。为什么这样代？几何上 θ 会变成滚动圆的旋转角，代数上它刚好让方程自动满足。代入以后算 dx 关于 θ 的微分再积分，结果是 x 等于k乘 θ 减 sin θ， 同时 y 等于k乘1减 cos θ。把k 记成 r， 这就是一个半径为 r 的圆，在水平线上滚动时，圆周上一点走出来的轨迹，圆滚一周这一点画出一段完整摆线。让我们看一段动画。1697年，伯努利兄弟、莱布尼茨、洛必达、牛顿各自用不同方法求出摆线。到了1744年，欧拉用 EL 方程把它变成一套统一流程。Mercedes 里，同一思想还处理等周问题、测地线阻力介质中的最速降线、弹性曲线和区问题。附录2又把最小作用量原理数学化，一个方程开始承担一整座大厦的重量。还有一个小巧合，摆线这条曲线，惠更斯1659年发现它是等时降线，也就是从不同起点滑到底用时相同。1673年在摆中论给出完整的几何证明。1697年，伯努利兄弟、牛顿、莱布尼茨又证明它是最速降线，也就是用时最短。同一条曲线回答2个完全不同的极值问题，这种同一个对象藏着多重性质的感觉，正是18世纪数学物理最迷人的地方。1744年，欧拉把书稿寄到洛桑，由出版商布斯凯印刷。完整书名大意是求具有极大或极小性质的曲线的方法，
或最广义等周问题的解法。学者们后来给这本书编号1065，全书322页，包含2个附录。附录 I 题目是论弹性曲线。在这一节里，欧拉用变分法推出梁柱的区区临界载荷，一根直柱在数值压力下什么时候会突然变弯，今天工程师常写成 P_2 等于 P 平方乘 1i 除以 L 的平方，这里 L 是有效长度和柱端约束方式有关，1是杨氏模量， I 是截面惯性矩，但欧拉1744年用的不是现代结构工程记号，而是几何与代数混合的表述。P 的平方 1i 除以 L 是后世结构工程逐渐标准化后的写法。附录2是最小作用量原理的数学化。同一年，莫佩尔蒂发表自然界中不同定律的协调，提出最小作用量原理的定性描述。自然界的运动会让一种叫作用量的量取极值。欧拉在附录2里给出了更精确的数学形式。这件事会在1751年引爆归属之争，那是下集的故事。4年后，他会写出《无穷分析引论》，那本书里会出现一个后来被称为最美数学等式的公式 ，e 的 i 派次方加1等于0。1746年，莫佩尔蒂正式接任学院院长。学院里，数学实权和院长头衔会形成一种微妙的分离。1751年，一封声称是莱布尼茨1707年写给赫尔曼的旧信会突然出现。它会引爆最小作用量原理的归属之争，欧拉将被迫主持柏林学院的判决，而这场判决后来会被证明是错判。下一集，柏林篇之2 ，1745到1751，函数、复数、欧拉公式，还有那封伪造的莱布尼茨旧信和欧拉做错的一次裁决。